洪水末日，寒风裹挟着拳头大的冰粒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我却窝在绑定成功的生态园系统里，悠闲地侍弄着刚成熟的草莓。外面天崩地裂，海水倒灌，而我的生态园中气候宜人，果香四溢，一切都井然有序。上一世，我和闺蜜因为一包压缩饼干彻底撕破了脸。我本想与她平分，共度难关，她却毫不犹豫地将我推下了天台。最后，我在冰冷污浊的洪水中挣扎，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最终力竭沉默。再睁眼，我惊骇地环顾四周，发现身下不再是令人窒息的浑水，而是躺在和闺蜜合租的温馨公寓里。身下是熟悉的柔软床垫，掌心传来棉布细腻的触感，那温暖干爽的感觉真实得让我心脏抽搐，泪水瞬间决堤。不仅是因为这匪夷所思的重生，更是因为那刻骨铭心的背叛与恨意。这失而复得的安宁让我恐慌，生怕是濒死前的幻象。我猛地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2035年8月，我竟然回到了洪水灾难发生前的1个月。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块蓝色光屏，检测到强烈生存执念，末日生态园系统为您激活，请确认绑定并完成初始引导。我心跳如擂鼓，指尖微颤，按下了确认。绑定成功，请宿主完成新手引导，开启您的生存之旅。我顺着指引一步步操作，最终一个发光的选项出现在眼前，生态园系统。几乎没有犹豫，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从末日回来的我，想要抓到一切能让我活下去的东西。界面瞬间被充满生命力的绿意和暖光覆盖，一股柔和的力量将我包裹。下一秒，我已然站在一片松软肥沃的土地上，旁边还有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散发着淡淡灵气。我弯腰捧起一抔泥土，那湿润芬芳的气息做不了假。可是我怎么离开？念头刚起，一个半透明的操作面板便浮现在眼前，上面有着返回现实的选项。我轻轻一点，视野转换，又回到了公寓的床上。还没等我从震撼中平复，楼下传来了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紧接着是闺蜜宋娇娇，那娇俏又带着一丝刻意亲昵的呼唤：亲爱的，我回来了，给你带了你最爱的芋泥奶茶哦。胃里一阵生理性的不适翻涌上来，就是这种语调。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语调哀求我，说只是暂时保管，骗走了我父母留下的最后遗产，一套位于老城区的房本。最后他却为了一包压缩饼干对我恶语相向，为了几片净水药片就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推入深渊。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恨意，用尽量平稳的声音回应：先放那儿吧，我有点头疼，想再躺会儿。我需要冷静，需要规划，而且这辈子我要复仇，让他体会到我上辈子死亡的感觉。第二天一大早，我趁着宋娇娇还在睡梦中，蹑手蹑脚地开门，匆匆套上外套。我赶紧逃离了这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如今却令人窒息的公寓。末日重生，随着洪水危机逐步到来，我利用系统建造堡垒，反杀吸血鬼闺蜜，却不料还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我站在依旧繁华却暗流涌动的街头，上一世末世降临后的惨状，城市被浑浊海水吞噬，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生，如同噩梦般在眼前闪回，那毁灭倒计时的钟声仿佛就在耳畔轰鸣。手机传来震动，我掏出一看，请宿主尽快升级生态园，请选择您要充值的生态积分套餐。屏幕上选项繁多，最顶端是一个终身至尊会员无限生态积分的选项，但后面跟着的数字远不是我那几张几乎被宋娇娇以各种借口掏空的银行卡所能负担的。工资和积蓄早已所剩无几，但我还有奶奶偷偷塞给我的一枚水色极好的翡翠吊坠。上一世为了维系那虚假的姐妹情谊，在宋娇娇哭诉家里急需用钱时，我咬牙将这吊坠低价典当，钱大部分都给了她。这一世，此刻她还不知道这吊坠的存在。典当行给出的价格比预想中还要可观，加上我从几个审核宽松的网贷平台紧急套现的钱，凑齐了8万块。我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启动资金全部转入系统关联的加密账户。路过一家大型生存物资专卖店，橱窗里陈列的各种净水器、救生艇、高能量食品让我脚步一顿。我突然想起上一世末世来临后，有一种结构简单却极其有效的便携式海水淡化器，因为材料突然短缺而变得有价无市，而制造它的核心材料之一是一种目前还很廉价的特殊滤膜。几乎没有迟疑，我走进商店，将手中剩余的大部分流动资金都换成了这种滤膜和几套完整的生存包，只留了少量现金。忙碌一天，天色渐暗，我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公寓，继续戴上伪装的面具。宋娇娇见我回来，立刻端着一杯奶茶凑上来，想要像以前一样挽住我的胳膊。在她靠近的瞬间，我假装弯腰换鞋，自然地避开了她的接触。别碰我，头疼的厉害。今天工作上还出了大纰漏，差点被开除，季度奖金肯定是泡汤了。宋娇娇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和失望，但很快被虚假的关切覆盖。啊，怎么这么倒霉？没关系没关系，
工作没了再找嘛，先喝点奶茶开心一下。蠢货！我心里冷笑，敷衍地应付了几句，我便快步上楼，反锁了房门，立刻点开手机，通过联系到的黑市交易平台，我将提前囤积的绿膜挂了上去，并匿名释放了一些关于材料即将短缺的预测。果然，如同上一世的轨迹一样，相关话题开始在小范围内发酵，我手中的绿膜价格开始悄然攀升。与此同时，我将炒高绿膜获利的大部分资金再次投入系统。恭喜宿主成功升级为终身至尊会员，无限生态积分已到账，请宿主继续引导升级生态园等级。点击升级，生态园的面积豁然开朗，不仅土地扩展，那汪泉水也变成了一个小池塘，旁边还出现了一个基础架构的仓库。系统提示，我可以在此建设一个集储存、加工于一体的多功能基地。指尖在冰凉的手机屏幕上轻点，选择升级。末日重生，随着洪水危机逐步到来，我利用系统建造堡垒，反杀吸血鬼闺蜜，却不料还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我的指尖在冰凉的手机屏幕上轻点，选择升级。一股微不可察的暖流似乎透过指尖汇入体内，眼前仿佛有绿色的数据流光一闪而过。生态园的景象在意识中豁然开朗，原本略显局促的空间向外扩张，松软肥沃的黑土地延伸出去，至少扩大了2倍有余。旁边那汪清泉也已变成一个小池塘，水波潋滟，散发着更加浓郁的生机气息。更令人惊喜的是，池塘不远处，一个看起来结构坚固、银灰色金属材质的仓库悄然矗立，门扉紧闭，等待着主人的探索。生态园等级提升至 LV2， 解锁基础仓库，内含初级加气装置3座，解锁新作物，速生土豆耐含小麦，解锁小型禽舍蓝图。温馨提示：需消耗积分操作。系统提示简洁明了，我没有急于进入空间查看，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规划这宝贵的1个月。钱暂时不是问题了，利用信息差和系统交易平台，我可以滚雪球般积累更多资金，但时间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敌人。末日重生，随着洪水危机逐步到来，我利用系统建造堡垒，反杀吸血鬼闺蜜，却不料还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接下来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白天我照常上班，但在宋娇娇看不见的角落，我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研究系统，浏览各种生存论坛和资料，整理上一世零碎的记忆。晚上，我以工作压力大，需要安静和接了紧急私活为由，要么早早反锁房门，要么干脆在办公室逗留到深夜。我将公寓里所有属于我且有实际价值又不引人注意的小物件，几本绝版技术书籍和一套未拆封的专业绘图工具，甚至一些品相良好的旧衣物，分批带入生态园，存入仓库。那个初级加工台功能简单，却可以完成一些基础的分解和合成。我将一些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得到了少量贵金属和有用的电子元件。虽然杯水车薪，但这是一个开始。宋娇娇对我突然的忙碌和疏离显然很不满，试探了几次。亲爱的，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呀？人都见不到，奶茶都不陪我喝了。她嘟着嘴，语气带着惯有的撒娇，眼神却在我脸上逡巡。我揉了揉太阳穴，脸上适当的露出疲惫和焦虑。一个新项目，老板盯得紧，搞砸了就得滚蛋，没办法得糊口啊。我故意叹了口气，而且最近不知道怎么睡眠特别差，有点动静就醒，可能得去看看医生了。他将信将疑，但看我眼底确实有淡淡的青黑，也不好再纠缠，只是抱怨道：那我们说好周末去逛的那家新开的商场。下次吧，下次一定陪你去，等我这个项目奖金下来，请你吃大餐。我画着一张虚无缥缈的大饼，心里冷笑。末日来临，那些光鲜亮丽的商品还不如一块压缩饼干实在。随着资金的持续注入，农场系统的升级速度越来越快。温馨提示：升级至 LV3 可解锁实地系统绑定，请宿主选择合适的绑定位置。实地现实版的农场。我沉浸在这份天降的惊喜中，一时难以自拔，但现实的难题很快将我拉回。我该去哪里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一世的记忆如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缓缓浮现，我努力从中捕捉有用的线索。记忆的碎片在脑海中沉浮，那些位置相对偏僻且结构坚固的建筑逐渐在我脑海中过滤。我努力回忆着上一世在洪水中挣扎时曾短暂攀附或远远望见的那些楼宇。有了，城郊结合部靠近西山方向有一片废弃多年的老工业区，那里地势较高，远离主要河道，在洪水初期并未被完全淹没。我记得曾和几个幸存者一度占据过其中一栋老旧的仓库，那仓库是几十年前的苏式建筑，墙体极厚，框架结构异常坚固，只是后来因为物资匮乏和内部争斗，才不得不离开。最关键的是，那里人迹罕至，获取成本必然极低。事不宜迟，我立刻以寻找安静创作环境为由，在网上联系了中介，要求是要租用那种足够偏僻、足够大、结构结实的旧仓库或厂房。中介虽然觉得我的要求古怪，但在金钱的驱动下，
还是很快给了我几个选择。我几乎一眼就锁定了记忆中的那栋西山仓库。周末，我借口公司团建，独自一人来到了这片荒芜之地。锈蚀的铁门、斑驳的红砖墙，以及院内顽强生长的杂草，都与记忆中的画面缓缓重叠。仓库内部空间挑高惊人，十分开阔，虽然积满了灰尘，但混凝土柱子和横梁看上去依旧牢不可破。这地方废弃快10年了。中介搓着手，优点是够大够结实，缺点是太偏，没水没电。您看，就这里了。我打断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我搞艺术创作的，就图个清静和空间。签合同吧，我可以付1年租金。手续办得出奇的顺利，或许是因为这地方实在无人问津。拿到钥匙的瞬间，我感到掌心沉甸甸的。这不仅是钥匙的重量，更是我未来生存堡垒的第一块基石。当天晚上，我便迫不及待地再次进入生态园。升至 LV2 后，操作面板上果然多了一个实地绑定的选项，旁边还有一个类似雷达扫描的界面。请宿主抵达预定绑定位置，并确保周围环境相对稳定，即可启动绑定程序。次日，我再次来到西山仓库，确认四周无人后，我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系统绑定当前位置，检测到符合条件的实地环境，开始扫描。结构稳定性优，空间面积符合标准，能量场干扰低，符合绑定要求。是否确认将西山仓库与生态园系统进行永久绑定？绑定后不可更改。不可更改。我有些犹豫，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来不及寻找更合适的地方了。确认，嗡！一股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的震动从脚下传来，并非物理层面的震动，而是一种源于空间本身的颤鸣。以我为中心，无形的波纹荡漾开来，迅速扫过整个仓库，墙壁、地面、屋顶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极淡且肉眼难辨的绿色光膜，一闪即逝。紧接着，我意识中的生态园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那片独立的土地、池塘和仓库的虚影，开始与现实的西山仓库缓慢重叠、融合。虚拟的边界被打破，现实的空间被纳入系统之中。我能看到仓库中央那片最坚实的区域，土地变得更加肥沃黑亮。角落处那口原本干涸的废弃渗水井，此刻竟然汩汩地涌出了清泉，与生态园内的池塘气息相连。而仓库的大片空地则被系统默认为可规划区域。实地绑定成功，生态园与现实空间融合度10%，解锁部分现实化功能，部分土地现实化，部分水源现实化，微笑基础环境调控，系统等级提升至 LV3，解锁新建筑，初级工房，解锁新作物要用薄荷应急荧光草，解锁小型禽舍建造权限。成功了！我激动地环顾这个焕然一新的城堡，虽然外表依旧破旧，但内里已经截然不同。中央那片大概20平米的黑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角落的泉水清冽甘甜。更重要的是，整个仓库内部的空气变得清新宜人，温度也维持在一种体感舒适的程度。显然，这是系统中基础环境调控的效果。有了实地，我的囤货和建设计划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了。资金通过绿膜的炒作和后续几次小规模的投机快速积累。我没有再回那个令人窒息的公寓，而是直接住进了仓库。好在宋娇娇对我连续加班和出差的借口并未过多怀疑，或许在她看来，我拼命工作，正好方便她挥霍。我将仓库进行了简单的分区：生活区、种植区、仓储区、加工区。通过不同的渠道，我开始大规模采购系统里没有的物资，尤其是各种耐储存的罐头、压缩饼干、维生素片、抗生素等常用药品、绷带、碘伏等医疗用品。我知道守着系统自然不会缺了我的吃食，可是末日之下，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况且药品是系统不能直接生成的，成吨的物资被我用租来的货车分批运回仓库，每一次运输都小心翼翼，选择在深夜进行，并且把运来的物资都存放在了系统自带的仓库里。这些物资大部分被分门别类地堆放在仓库的实体区域，而其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如药品、精密工具、种子，以及后期高价购得的太阳能电板、蓄电池、小型柴油发电机和燃料，都被我存入了系统仓库的最深处。甚至为了更加完善，我投入了更多资金，解锁了附加的保险密室功能。系统的保险密室具有完美的保鲜和防盗功能，是存放战略物资的最佳地点。工坊也被我建立起来了，就坐落在仓库的角落。利用工坊的基础设备，我将囤积的一些金属材料加工成加固门窗的构件，将收集来的雨水通过简易过滤装置处理后储存起来。虽然有了系统水源，但多一手准备总是好的。等末日真的来临的时候，即便系统消失了，我也可以凭借这些活下来。同时，我也没有停下生态园内部的经营。土地扩大后，我立刻种植了速生土豆和耐寒小麦。系统出品的种子生长周期极短，土豆不到2周就能收获一茬，小麦也只需要20天左右成熟，而且产量惊人。
这确保了即使在极端情况下，我也有持续的食物来源。药用薄荷和应急荧光草我也各种植了一些，前者可以应对常见的感冒发烧，后者则在夜晚能提供柔和的照明，节省能源。小型禽舍的建造需要不少积分和现实材料，但我还是咬牙建了起来，并通过特殊渠道购买了几对受精的鸡蛋和鸭蛋，利用系统禽舍自带的孵化功能，成功获得了第一批家禽。听着幼雏叽叽喳喳的叫声，看着绿意盎然的田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油然而生。距离洪水降临还有最后2周，城市的氛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微妙。网络上开始零星出现关于极端天气、海平面异常上升的专家警告，但很快被娱乐新闻和日常琐事淹没。官方似乎也在做某种准备，但消息控制得很严，普通人依旧沉浸在和平的幻梦中。我知道风暴即将来临。这天，我正戴着口罩和帽子，在一家大型五金店采购最后一批工具和零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跳动着那个让我胃部抽搐的名字——宋娇娇。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接了起来。喂，亲爱的，你到底在忙什么呀？都快1个月没见你了，项目还没结束吗？你知不知道最近好像有点不太平？我看新闻说，我知道，公司让我们尽量储备点物资，减少外出，你说是不是？公司知道了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我听人说你最近囤了很多物资，你说实话，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我很忙，先挂了，你自己看着办。我知道你在哪，我现在就去找你。我心里猛地一个咯噔，他知道了。就在我担心他真的找来时，他却气急败坏地喊道：“你不在房间？”我松了口气，原来他所谓的知道我在哪里，是以为我会在公寓房间里。我直接挂了电话，不再理他。我不会再做他的保姆，更不会让他有机会像水蛭一样吸附在我用生命和先知换来的生存资本上。倒计时最后7天，城市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部分超市出现了抢购潮，瓶装水、方便食品货架被扫荡一空。网络上的留言越来越多，官方终于发布了台风和特大暴雨的紧急预警，并开始组织低洼地区的民众转移。但关于伴随而来的全球性海啸和地质变动引发的特大洪灾，核心信息依旧被严格封锁。我的西山仓库此刻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座小型堡垒，门窗都用加厚的钢板和角铁从内部进行了加固，屋顶铺设了太阳能板，虽然功率不足以支持高能耗设备，但满足日常照明和通讯设备充电绰绰有余。柴油发电机和燃料被妥善存放在通风良好的隔离区，仓库内部物资堆积如山，分类清晰。生态园与现实仓库的融合度在这段时间里，随着我不断投入积分和建设，已经提升到了 25%。中央的黑土地扩大到了50平米，作物长势喜人，土豆和小麦都已经收获了2茬，库存充足。禽舍里的鸡鸭也开始下蛋，提供了稳定的蛋白质来源。那个小池塘如今已变成一个小型水池，水质清冽，富含能量，直接饮用也甘甜无比，而且似乎有微弱的促进伤口愈合和恢复体力的效果。我甚至利用工坊和囤积的材料，改造了一艘轻便坚固的冲锋舟，存放在仓库大门旁，随时可以启用。此刻，我站在仓库加固过的瞭望窗口前，望着远处城市依旧闪烁的霓虹。天空阴沉的可怕，乌云低垂，仿佛触手可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手机屏幕上，宋娇娇的未接来电和信息已经堆积了数十条，从最初的抱怨、质问，到后来的惊慌、哀求。你到底在哪啊？外面乱套了，超市什么都抢不到了，水都没有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告诉我啊，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求你了，接电话吧，我好害怕。我看着这些信息，内心一片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冰冷的嘲讽。最好的朋友？是啊，最好的，背后插刀的朋友。我最后回复了一条信息，自求多福，然后我将他的号码拉黑了。末世先杀圣母，但我不是圣母，我只是一个带着刻骨仇恨归来的复仇者。不主动落井下石已是我最大的仁慈，可我还是低估了宋娇娇这个人的恶。尽管我依靠着上一世的记忆，已经很努力地避开和宋娇娇的接触，我一直认为只要我不接触她，就不会被她缠上。至于复仇，我一直认为那都是要建立在我活着的前提下。我当然想复仇，我想让她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想让她也尝一尝我上一世所经历的痛苦，尝一尝被洪水卷走无能为力的滋味。可是我得先活着，活着才有机会。宋娇娇在超市里堵住了我，确切地说，她跟踪我到了超市，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开始跟踪我的，但应该不是在仓库那里。我在出门前反复地观察了周围的情况，确定没人之后，我才敢动身。楚楚，真的是你，太好了，你终于忙完了。林娇娇那惯用的虚情假意的话语冒出来，恶心的我直发抖。宋娇娇像快进了水的海绵，死死粘在我胳膊上，指甲几乎要掐进我外套布料里。楚楚，你看，超市都空了，我家里什么都没囤的，水只剩半瓶了。她眼眶红的虚假，
语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理所当然。你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你之前囤货，你自己肯定早准备好了，分我点呗，就当救救我。我胃里一阵翻涌，猛地甩开他的手，力道大的让他踉跄了2步。救你？我扯了扯嘴角，声音冷得像冰。如果我需要物资，你会救我吗？我故意抬手看了眼手表，语气急促。我现在要去给公司送紧急文件，晚了要被扣工资，你自己想办法吧。说完我转身就走，脚步快得几乎要跑起来，没回头看他难看的脸色。走出超市很远，我还能感觉到背后那道怨毒的视线像针一样扎在背上。回到仓库，我靠在加固过的铁门后，心脏还在狂跳。宋娇娇能跟踪到超市，就说明她没放弃缠上我，这次能甩脱，下次未必有这么幸运。万一她真摸到仓库附近，我的堡垒就彻底暴露了。我必须做点准备。我立刻打开系统面板，将刚到账的一笔物资款全部兑换成积分，直接解锁了初级无人机巡查系统和红外感应报警装置。当天下午，3架小型侦察无人机就通过系统实物兑换功能出现在仓库里，机身涂着和仓库外墙一致的斑驳灰色，隐蔽性极好。我操控着无人机在仓库周围1公里内划定了巡逻路线，设置了3重预警机制。一旦检测到人类活动轨迹，先触发无人机的无声跟踪拍摄，再通过系统向我手机推送实时画面，最后激活仓库外围隐藏的红外感应灯。那灯发出的波段肉眼不可见，却能干扰夜视设备，也能给我争取反应时间。同时，我又在仓库大门内侧加装了2道电磁锁，密码只有我知道。原本通风的小窗全部焊上了双层防盗网，网眼细的连手指都伸不进来。甚至在仓库外围的杂草丛里埋了几个微型震动传感器，只要有人踩进警戒范围，系统就会立刻报警。做完这一切，我站在瞭望窗口，看着无人机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无声巡航，心里那点不安终于压了下去。宋娇娇，这一世你别想再靠近我半步，更别想碰我半分物资。我的生存堡垒容不得半点蛀虫。刚调试完设备，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推送来一条新提示：检测到仓库东侧500米处有可疑人员徘徊超过10分钟，匹配特征与近期跟踪宿主者宋娇娇高度吻合。我眼神一凛，立刻点开实时画面，屏幕里宋娇娇正蹲在路边的灌木丛后，探头探脑地往仓库方向张望，手里还拿着个破旧的笔记本，不知道在记些什么。我冷笑一声，操控着一架无人机悄悄降低高度，绕到他身后。只要他再往前踏一步，红外报警就会触发。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他任何靠近的机会。看着监控画面中宋娇娇那鬼鬼祟祟的身影，一股寒意沿着我的脊椎爬升。他果然找来了。虽然不清楚他具体是如何定位到这片区域的，但他的出现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胁。我不能让他再靠近了。我操控着无人机悬停在宋娇娇后方不远处的树冠中，镜头牢牢锁定了他。他似乎有些焦躁，不停地翻看着手里的笔记本，又抬头望向仓库的方向，嘴里念念有词。他在记录什么？地形、路径，还是我可能出现的规律？但纠结这些都不重要了。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绝不能让他掌握更多信息。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系统操作面板上一个新解锁的我原本不打算轻易使用的功能——环境模拟初级光学迷彩。这个功能消耗积分巨大，但效果立竿见影。只见仓库外围的空气似乎微微扭曲了一下，原本就斑驳的墙体颜色仿佛活了过来，迅速与周围的山石、枯草背景融为一体。从宋娇娇的角度看过来，仓库的存在感被降到了最低，几乎与山体轮廓难以区分。果然，画面中的宋娇娇揉了揉眼睛，脸上露出困惑和不确定的神情。她举起手机，似乎想拍照，但对着仓库方向调整了半天角度，最终悻悻地放下了。就在这时，我故意触发了离她最近的一个震动传感器，嗡，一声轻微的，仿佛来自地底的震动传来。同时，我通过无人机搭载的微型扬声器，模拟了一声低沉类似野兽警告般的呜咽。宋娇娇吓得猛地跳了起来，脸色瞬间煞白。她惊恐地环顾四周，茂密的灌木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更添了几分阴森。她再也顾不上观察，紧紧攥着笔记本，几乎是连滚爬爬地朝着来时的路跑去，背影狼狈不堪。看着她消失在监控范围边缘，我并没有感到轻松。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宋娇娇偏执的性格，她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被吓退，只会让她更加确信我这里有问题，下次再来可能会带上别人，或者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必须加快最终准备了，同时也需要给他制造一些真正的麻烦，让他无暇他顾。我调出系统界面，将剩余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兑换了大量积分，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建设与囤积。首先是能源与防御的终极强化，我不仅铺设了更多的太阳能板，还利用工坊将囤积的柴油发电机进行了隔音和效率改造，确保在连绵阴雨或者太阳能不足时，仍有稳定的电力供应。仓库的墙壁和屋顶内侧，我加装了一层由系统提供的轻型复合装甲板，
虽然不能抵御重型武器的直接攻击，但足以应对常规的冲击和可能的暴力破拆。所有门窗的连接处都换上了超合金的铰链和锁扣。其次是水资源与食物的绝对保障。生态园内的水池通过系统升级，引入了活水循环和深层过滤系统，水质达到了直接饮用的最高标准，且水量充沛。我甚至开辟了一个小型水培区域，用于在极端情况下种植绿叶蔬菜。仓库的实体仓储区，罐头、压缩食品、维生素、盐、糖等基础生存物资已经堆积如山，足够我一个人消耗数年。而系统仓库的保险密室里，更是存放着最金贵的药品、种子、工具以及备份的能源核心。最后是信息与逃生路线。我购置了多台不同制式的卫星电话和军用级对讲机，并配备了信号屏蔽器，防止被追踪或监听。仓库内部，我利用杂物和货架构筑了几个隐蔽的应急躲避点，而那艘改造过的冲锋舟就停放在最容易快速下水的位置，旁边配备了应急物资包，里面是高能量食品、净水器、药品和武器。做完这一切，距离预知的洪水降临只剩下最后3天，城市已经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官方终于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灾难预警，要求全城民众立即向指定高地撤离。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街道上挤满了逃难的车辆，鸣笛声、哭喊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秩序正在迅速崩坏。手机早已切成了极简的灰白界面，只剩下天气预报、物资地图和监控系统3个图标冷冷地悬在桌面上。我划掉最后一个社交软件的红点时，指尖在宋娇娇的朋友圈缩略图上停留了半秒。那是张阳光满意的阳台照片，绣球花开得正好，背景储物间门缝里隐约露出半箱矿泉水的影子。就是这扇没关严的门给了我灵感。深夜的暗网通道像水渗进沙地般无声无息。我把那张截图调亮锐化，用马甲在7个本地互助群同步推送了锦绣小区3栋2301户囤积清单，附上精心编制的物资表，纯净水80箱，压缩饼干30公斤，连他去年晒过的那批医用口罩都被算作战略储备。在求生论坛的私密板块，我补了条加密信息，确认有太阳能发电设备，阳台疑似种植蔬菜。发送成功的绿光亮起时，窗外正好传来救护车的鸣笛，这是今天听见的第7趟了。凌晨3点，监控画面显示，第一个扛着棒球棍的男人敲响了宋娇娇的防盗门。他猫眼里晃动的惊恐瞳孔被夜视仪捕捉得清清楚楚。到了清晨，门口聚集的邻居已经需要排队，抱孩子的女人，拄拐杖的老人，西装皱巴巴的上班族，他们轮流拍打着那道熟悉的房门，咒骂声透过双层隔音玻璃变得模糊不清，像隔着鱼缸看群鱼争食。他贴在窗上的求助纸条瞬间被撕碎，阳台的绣球花盆被什么东西砸得4分5裂。我关掉监控，把手机塞进逃生包夹层。末日中的液晶数字跳到0小时，远处传来玻璃爆破的巨响，天空不再是阴沉，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仿佛浸透了墨汁的暗红色。狂风呼啸，卷起地上的杂物漫天飞舞，豆大的雨点开始砸落，带着刺骨的寒意。远处的城市灯火在暴雨中明灭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我最后一次检查了整个堡垒，能源储备充足，防御设施完好，物资码放整齐，生态园内作物生机勃勃，禽舍里的鸡鸭也似乎感知到危险，显得有些焦躁，但总体稳定。我关闭了仓库最后一道厚重的内部闸门，将自己彻底封闭在这个钢铁与生机构筑的方舟之内。外界的一切喧嚣、混乱、绝望都被隔绝在外，这里是我的绝对领域。洪水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和威力吞噬着城市。通过无人机传回的最后几组画面，我看到浑浊的泥浆裹挟着汽车、家具和破碎的建筑物，如同狰狞的巨兽，咆哮着淹没一条条街道。曾经繁华的都市，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变成了一片汪洋。断电、断网，文明社会的秩序在自然伟力面前不堪一击。我的西山仓库因为地势较高且绑定系统后，地基被无形加固，如同惊涛骇浪中的礁石，顽强地屹立着。洪水在距离仓库大门还有10几米台阶的地方停滞不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孤岛。仓库内部，生态园与现实空间25%的融合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内部空气循环系统维持着清新的含氧量，温度和湿度都被调控在最适宜生存的范围。太阳能板和柴油发电机交替工作，保证着基本电力。种植区的土豆和小麦又成熟了一茬，禽舍里的鸡蛋鸭蛋每日都能收获，水池的水清冽甘甜。我甚至利用工坊用收获的薄荷提炼了一些简单的提神精油，安全无虞，食物水源充足。我甚至有时间整理物资，学习系统里解锁的一些基础生存技能手册。然而，平静在末世第10天被打破。无人机的实时画面里，锦绣小区早已被洪水围困。宋娇娇卧室的阳台护栏歪歪扭扭，宋娇娇那件粉色外套挂在断裂的防盗网上，在狂风中像面破败的旗帜。她果然没死，这女人的命向来比蟑螂还硬。检测到目标人物宋娇娇，
正乘坐简易漂浮物向仓库方向移动，距离1.2公里。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我挑了挑眉，操控无人机拉近镜头。画面里，宋娇娇趴在一个漏气的充气床垫上，浑身湿透，头发粘在脸上，原本精致的妆容花得像鬼。她一边拼命划水，一边警惕地盯着周围，怀里还紧紧抱着那个破旧的笔记本，想必是记满了她臆想中我的物资清单。很好，终于来了。我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按钮，仓库外围的光学迷彩瞬间解除，露出加固后的银灰色金属外墙和屋顶整齐排列的太阳能板。同时，我打开了仓库顶部的探照灯，强烈的光束刺破雨幕，直直照向宋娇娇的方向。果然，她看到了，充气床垫猛地一顿，宋娇娇抬起头。当看清那座在洪水中宛如孤岛般坚固的仓库时，眼睛瞬间亮得惊人，那是混杂着贪婪、狂喜和得救希望的光芒。她像是打了鸡血，手脚并用地加快速度，朝着仓库冲来。楚楚，楚楚是你吗？隔着汹涌的洪水，她嘶哑的呼喊声断断续续传来。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快救我！我没有回应，只是静静看着她一点点靠近。当她终于抓住仓库外墙固定的救生梯时，整个人几乎虚脱，瘫在梯阶上大口喘着气，脸上却挂着志在必得的笑容。楚楚，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她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努力挤出惯有的娇柔表情。你看我多惨啊，家里被抢光了，差点死在洪水里。还好我记得你说过要找个偏僻的仓库搞创作，我一路问一路找，终于找到你了。她见喊叫无用，宋娇娇开始试图攀爬仓库外侧的台阶和管道，但经过我加固和特殊处理的外墙，光滑且无处着手，她几次尝试都滑落回水里，呛了好几口泥水，更加狼狈。让我进去。楚楚，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你不能见死不救。她开始哭嚎，试图用道德绑架。以前是我不对，我错了，你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做牛做马报答你。我心底冷笑，上一世他把我推下天台时，可没念及半分最好朋友的情谊。我依旧沉默，像看跳梁小丑一样看着他。宋娇娇的耐心终于耗尽，伪装的和善与可怜瞬间剥落，露出底层狰狞的怨毒。楚楚，你个坏人，你不得好死！你肯定囤积了很多东西，就是想看我死。你开门，不然等我进去，我一定弄死你。他疯狂地拍打着水面，咒骂声不堪入耳。就在这时，一阵异常的湍流涌来，他那个破筏子眼看就要散架。宋娇娇惊恐地抓住一块漂浮的木板，眼神绝望地看向仓库紧闭的大门，又变成了哀求。救我，求求你，拉我一把。我深吸一口气，知道是时候了。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冷静地燃烧，我不需要亲自动手沾染血腥，我只需要收回那微不足道、本就不该给予的怜悯。我转身走进仓库内部，通过一个隐蔽到只能从内向外开启的观察小窗，出现在了仓库大门上方的一个小平台上。看到我终于出现，宋娇娇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楚楚，你终于……她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她看到我手中拿着的并非食物或绳索，而是一个橘黄色最普通不过的游泳圈。这个给你。我声音平静无波，将救生圈扔了下去，准确地落在她触手可及的水面上。宋娇娇愣住了，看看救生圈，又看看我，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荒谬。你就给我这个啊？楚楚，你什么意思啊？让我进去啊？宋娇娇的目光死死粘在那只橘黄色的救生圈上，仿佛那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可当她抬头，透过我身后那扇半开的观察窗，看清仓库内部的景象时，她脸上的祈求瞬间凝固，继而扭曲成一种极致的震惊与嫉恨。仓库里灯火通明，温暖干燥的空气裹挟着泥土与植物的清新气息溢散出来，与外面冰冷污浊的洪水形成残酷对比。他能看到里面整齐码放的物资箱，能看到那片生机勃勃、挂满果实的翠绿田地，甚至能闻到隐约传来的刚刚烤熟的面包的香气。那是他挣扎在死亡边缘时，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安宁与富足。不可能！他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血丝迅速蔓延。你怎么会？你怎么能有这些？这应该是我的，楚楚，这都应该是我的。他像是被瞬间抽走了所有理智，彻底癫狂。救生圈近在咫尺，他却视而不见，只是用尽全身力气，徒劳地拍打着冰冷坚固的金属墙壁。指甲在特殊处理过的光滑表面刮擦出刺耳又无力的声音。让我进去！你这坏人，你偷了我的东西，你抢了我的运气！开门，开门啊！他声嘶力竭的咒骂，污言秽语混杂着绝望的哭嚎，在风雨中显得格外凄厉又可笑。宋娇娇，我站在高处，声音平静地穿透他的疯狂，清晰地传入他耳中。这救生圈是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
要不要？随你。我的平静彻底刺激了他。情分，狗屁的情分！他猛地抬起头，湿透的头发粘在脸上，状若疯鬼。你算计我，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看着我像个小丑一样挣扎，看着我差点被人抢光打死，你不得好死！楚楚，你一定会遭报应的。他一边咒骂，一边不甘心地再次尝试攀爬，手脚并用，试图在那光滑的墙壁上找到一丝缝隙。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冰冷的金属和混凝土无情地嘲笑着他的努力。就在这时，一股更猛的暗流裹挟着杂物汹涌而至，狠狠撞在他身上。他惨叫一声，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平衡被打破，整个人被卷离了仓库边缘。求生的本能让他在最后一刻终于死死抓住了那只漂浮的救生圈。不，救我，拉我上去！楚楚，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冰冷的洪水呛入口鼻，死亡的阴影终于压过了疯狂的嫉恨。他抱着救生圈，发出凄厉的哀求，眼泪混着雨水横流。我站在平台上，冷漠地俯视着他，在浑浊的洪水中沉浮。如同上一世，他冷漠地俯视着我，在洪水中力竭沉默。再见，宋娇娇。我轻声说道，转身毫不留恋地关上了那扇观察窗，将他的哭嚎、咒骂和那张因绝望与嫉妒而扭曲的脸彻底隔绝在外。温暖的灯光、食物的香气、安全的壁垒再次将我包裹。窗外风雨声似乎更大了些，其中隐约夹杂着一声充满不甘的尖叫，随即戛然而止，彻底被洪流的咆哮吞没。我走到控制台前，平静地关闭了外部探照灯。仓库内外重归寂静，只有生态园里作物在微光下静静生长，鸡鸭在舍内发出安详的咕噜声。我的堡垒，我的世界，不容玷污。仇恨的业火已由他自身的贪婪与恶念亲手引燃，并最终将他反噬。我拿起水壶，给一株刚刚开花的草莓浇了浇水。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洪水到来的第7天，我穿着便于活动的作战服，腰间别着多功能工具和一把锋利的战术匕首，在仓库内例行巡视。耳边是发电机低沉的轰鸣，外面洪水的咆哮，以及雨水敲打屋顶的密集声响。这是一种奇特的孤寂感，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这座堡垒。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求救的呼喊，以及某种难以形容的、令人心悸的碎裂声。我知道那是秩序崩坏的声音。末世不仅仅意味着天灾，更意味着人祸。最初的几天，我几乎没有合眼，时刻关注着外界的动静和系统的各项读数。食物和饮水完全自给自足，甚至还有富余。我开始系统的整理物资，利用工坊加工一些可能需要的小工具，偶尔翻阅之前下载到本地硬盘的各类技术资料和书籍，为可能漫长的蛰伏期做准备。大约在洪水发生后的第10天，暴雨势头稍减，但天空依旧阴沉，洪水水位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不再上涨，却也未见明显回落。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冲锋舟的发动机，仓库东侧的红外报警器突然发出了尖锐但并不响亮的蜂鸣，这是系统设定的2级警报，意味着有生物靠近，但并非人类或大型危险动物。我立刻切换到监控画面，只见在仓库侧面一处地势稍高但未被完全淹没的坡地上，一只浑身湿透、毛发脏污的大型犬正踉跄着试图寻找落脚点。它看起来像是某种混血的狼犬，体型不小，但此刻瘦骨嶙峋，一条后腿似乎受了伤，行动不便。它的眼神里充满了疲惫、警惕，还有一丝求生本能驱使下的倔强。它试图啃食坡地上一些顽强的草根，但显然无济于事。我的心微微一动。在上一世，我也曾见过一些动物在末世中挣扎求生，甚至有些幸存者会驯养它们作为警戒或帮手，但更多的是它们变成了饥肠辘辘的人类的食物。我犹豫了一下，我的物资虽然充足，但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消耗，而且大型犬的食量不小。更重要的是，引入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否会带来风险。就在这时，那只狼犬似乎嗅到了什么，抬头望向仓库的方向。它的鼻子抽动着，仿佛闻到了生态园内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还有禽舍里鸡鸭的味道。它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不是威胁，更像是一种渴望。我注意到它的眼神，虽然狼狈，却没有野兽般的凶光，反而有一种通人性的智慧感。它没有试图冲击仓库，只是远远地望着，然后低下头，继续徒劳地啃着草根。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物的感觉涌上心头。在这片毁灭的洪水中，它和我一样，都是在努力求生的孤独个体。我做出了决定，我没有打开主门，而是通过系统操控，将一块大约1斤重，用系统泉水简单煮过的土豆，通过一个靠近那片坡地，原本用于紧急情况下传递小物品的狭窄管道推了出去。我仔细检查了管道口有防护网，确保它无法钻进来。土豆滚落到坡地上，狼犬吓了一跳，警惕地后退几步，盯着那块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土豆。
他看看土豆，又看看管道口，犹豫了很久。最终，饥饿战胜了警惕，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快速叼起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完后，他再次望向管道口，眼神中的警惕少了一些，多了一丝疑惑和感激。他甚至轻轻摇了摇尾巴。就这样，我开始了对这只意外来客的投喂。每天固定时间，通过管道送出一些食物，有时是土豆，有时是少量碾碎的麦粒，混合着系统泉水。我甚至用工坊简单处理了一些草药，混在食物里，帮他处理腿伤。他很聪明，从不试图冲击仓库，吃完食物后会找个相对干燥的地方趴下休息，仿佛在为我站岗。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基于生存需求的默契。我给他食物和庇护，他则用他的存在为这片死寂的洪水世界增添了一丝生机，也某种程度上驱散了我的部分孤独。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雷霆，希望他能像雷霆一样顽强，也希望他能驱散一些阴霾。时间一天天过去，洪水开始缓慢退去，但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的淤泥、废墟和潜在的危险、疾病、饥饿，以及彻底释放的人性之恶，开始在幸存者中蔓延。通过无人机偶尔的侦查，我看到了水上漂浮的尸体，看到了为争夺一小块干粮或一瓶净水而发生的血腥争斗，也看到了零星燃烧的火光，不知道是炊烟还是毁灭的痕迹。我更加谨慎，严格控制无人机的出动频率和范围，避免引起注意。我的生态园系统在稳定运行，作物一茬茬收获，仓库里的物资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经用。我开始尝试种植一些新的系统解锁作物，比如具有轻微解毒效果的银叶草，以及可以用来制作简单绳索的韧皮藤。工坊也被我利用起来，用囤积的金属材料打造了一些更趁手的近战武器和加固件。我原以为日子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雨再次席卷天地，狂风呼啸，几乎要掀翻一切。雨水不再是滴落，而是像瀑布般从天空直接砸下，视线所及一片模糊。雷霆蜷缩在坡地一处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凹陷里，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依旧没有离开，也没有发出乞求的哀鸣，只是固执地守在那里。透过被雨水模糊的监控画面，看着那个在狂风暴雨中颤抖却依旧坚守的身影，我心中最后一丝因为可能的风险而产生的犹豫彻底消散了。我深吸一口气，做出了决定。我没有开启沉重的主门，而是选择了侧面一扇较小、更隐蔽且带有双重锁闭结构的应急门。我穿上雨披，拿起放在门边的复合弓，警惕地通过门上的观察孔，再次确认外部情况。除了暴雨，别无他物。雷霆！我隔着门喊了一声，声音在雨声中有些失真。坡地上的狼犬猛地抬起头，耳朵警觉地竖立起来，看向应急门的方向。我缓缓将门推开一条缝隙，风雨立刻灌了进来。我朝他招手：“进来，快！”他似乎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门内的光亮，犹豫着没有动。他的本能告诉他，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封闭环境，可能意味着危险。雷霆，进来！我加重了语气，同时侧身让开通道，展示我手中没有武器威胁。也许是这段时间建立起的信任，也许是暴雨实在难以忍受，他最终低吠了一声，拖着还有些不便的后腿，踉跄却快速地穿过雨幕，钻进了门内。在他进入的瞬间，我立刻将门重新锁死，加固。仓库内温暖干燥，只有发电机低沉的轰鸣和外面风雨的咆哮形成对比。雷霆站在门厅的防滑垫上，浑身滴着水，有些不知所措。他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明亮的光线，整齐的货架和空气中弥漫的食物与植物的清新气息，身体微微紧绷，但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别怕，这里安全。我放下复合弓，尽量让声音显得平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旧毛巾和一大盆温水。过来，你得先弄干。他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或者仅仅是感受到了我的善意，慢慢放松下来，顺从地让我用毛巾擦拭他湿透的毛发。他的身上很脏，毛发打结，但在清理之下，能看出他原本应该是黄褐色的毛皮，体格确实相当雄壮，只是长期的饥饿让他显得瘦削。我仔细检查了他后腿的伤口，愈合情况良好，但还需要时间。我拿出工坊制作的简易外伤药粉，重新为他上药包扎。整个过程他都非常配合，只是偶尔用那双充满灵性的眼睛看着我，喉咙里发出轻微的表示舒适的呼噜声。给他彻底清理干净，喂了食物和系统泉水后，他似乎终于确信自己找到了安全的港湾，轻易地用头蹭了蹭我的腿，然后在我指定的一个铺着旧毯子的角落安心地趴了下来，很快发出了平稳的鼾声。就在他沉沉睡去后不久，我脑海中的系统界面突然自主亮起，发出一阵柔和、此前从未有过的淡金色光芒。同时，一个清晰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符合条件的新生命体犬科狼犬，长期滞留庇护所范围，并与宿主建立稳定信任关系。
生命体已进入主体庇护设施，确认绑定程序启动。绑定成功，雷霆已被确认为庇护所镇宅神兽，开始灌注能量进行适应性进化。我惊讶地看到一道微不可察的金色光晕从仓库的某些结构点渗出，如同温暖的溪流，缓缓融入沉睡的雷霆体内。他的身体表面浮现出淡淡的光芒，骨骼发出细微的噼啪声，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为结实匀称。他原本就高大的体型似乎又隐隐壮大了一圈，毛发变得更有光泽，一些陈年旧伤疤甚至开始淡化消失。最明显的变化是他的爪子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坚硬锋利，隐隐泛着金属般的光泽。额头上甚至浮现出一个极其淡，类似古老符文般的金色印记，一闪而逝。进化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当光芒散去，雷霆依旧在沉睡，但他的气息变得更加悠长浑厚，一种无形的令人安心的威压感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系统界面再次更新，镇宅神兽雷霆状态健康进化完成初级。能力威慑被动技能，对意图入侵庇护所的敌对生物产生精神压迫，降低其攻击欲望与精准度。能力反击主动技能，当庇护所或宿主遭到攻击时，神兽速度、力量、反应力大幅提升，并可主动对入侵者发动迅猛打击。爪牙附带微弱破甲与撕裂效果。备注：神兽与庇护所共生，其健康与实力随庇护所等级提升而成长，请宿主善待之。我怔怔地看着系统提示，又看了看角落里焕然一新，仿佛脱胎换骨的雷霆，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激动。我原本只是不忍他在外面淋雨，没想到竟然触发了系统的隐藏功能，让他成为了堡垒的镇宅神兽。这意味着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的堡垒有了一个强大而忠诚的守护者。我轻轻走过去，蹲下身，抚摸着雷霆变得更加厚实光滑的皮毛。他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又蹭了蹭我的手，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从这一刻起，我和雷霆真正成为了命运与共的伙伴。此后的几天里，我慢慢学着和雷霆相处，甚至开始利用农场里的食物给雷霆自主加工狗粮。在我的悉心照料下，雷霆变得更加强壮，肌肉更加紧实，毛发也更加油亮，甚至等级也快速成长为中级。而我在雷霆的陪伴下，也逐渐的有了生机，和雷霆之间也变得更加默契。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手势，雷霆就能迅速做出反应。然而，平静终究是暂时的。大约在末世降临的1个月后，一场新的危机悄然逼近。那天傍晚，天空依旧阴沉，我正在记录作物的生长数据，雷霆突然在外面发出了低沉而充满警告意味的咆哮。他平时很安静，这种反应极不寻常。我立刻冲到监控屏前，只见在逐渐暗淡的天光下，一艘简陋由木料和塑料桶捆绑成的筏子正晃晃悠悠地朝着仓库的方向驶来。筏子上有3个人，都是成年男性，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眼神却像饿狼一样，闪烁着贪婪和凶光。他们手中拿着钢管和磨尖的钢筋作为武器，其中一个人指着仓库，兴奋地比划着：“看，我就说没看错，这房子结实得很，根本没怎么进水，里面肯定有货。”另一人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这鬼地方居然还能有这么完整的房子，老天爷送饭来了。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仓库的存在终究引起了觊觎。那3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并没有贸然靠近仓库大门，而是谨慎地绕着仓库外围画动筏子，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薄弱点。他们贪婪的目光扫过加固过的门窗、屋顶的太阳能板，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惊叹和更深的贪婪。妈呀，还有太阳能板，里面肯定有电，说不定还有吃的喝的。这墙太结实了，门也焊死了，硬闯估计够呛。找找看有没有别的入口、通风口什么的。雷霆在我身边，喉咙里的低吼一直未停，身体前倾，肌肉紧绷，处于随时准备扑击的状态。他额头上那个淡金色的符文印记似乎微微发亮，一种无形的威慑力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我能感觉到外面那3个人在靠近仓库时，动作明显变得更加迟疑和谨慎，仿佛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危险。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我检查了所有门锁和防御设施，确认都处于最佳状态。然后我拿起了复合弓，搭上了一支狩猎箭，通过观察孔死死盯住他们的动向。他们最终停在了我之前投喂雷霆的那个小管道口附近。那个管道口虽然有防护网，但毕竟是相对薄弱的地方。这里，这个口子好像能通里面。一个瘦高个兴奋地叫道。其中一人拿起钢管，试图撬开防护网，但那是系统加固过的合金网，岂是人力能轻易撼动的？
他撬了半天，纹丝不动。让开，我来。另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骂骂咧咧地接过钢管，用尽全身力气猛砸。沉闷的撞击声在仓库内回荡，刺激着耳膜。就在这时，雷霆猛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音中蕴含的威压远超以往，连我都感到心头一凛。外面那三人动作一僵，脸上同时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粗壮男人手中的钢管都差点脱手。妈呀，什么声音？好像有狼。这地方怎么会有狼？感觉有点邪门。恐惧暂时压制了贪婪，他们犹豫着，不敢再继续砸管道。然而，那个粗壮男人很快恼羞成怒。怕个球，就算是狼，困在里面也就是条狗。砸开，里面肯定有好东西。他再次举起钢管，更加疯狂地砸向防护网。另外两人在他的鼓动下，也重新拿起武器，开始对着管道口周围的墙体又撬又砸。我知道不能再等了，被动防御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必须展示力量，让他们知难而退。我瞄准了那个粗壮男人脚下的木筏边缘，扣动了扳机。箭矢带着厉效，精准地射穿了他脚边的一根支撑木料，木屑飞溅，三人吓得魂飞魄散，粗壮男人更是差点掉进水里。里面有人，有弓箭，快退，快退，快退！他们手忙脚乱地划动筏子，仓皇后退了一段距离，惊魂未定地看着仓库。我通过预留的扩音器，将声音冰冷地传了出去：离开这里，否则下一箭瞄准的就不是木头了。我的警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们不敢再轻易靠近，但却没有离开，而是停留在不远处的洪水中，像猎狗一样徘徊观望，显然还不死心。接下来的2天，他们如同阴魂不散的幽灵，时而靠近试探，时而远远窥视。他们甚至尝试在夜晚利用夜色掩护，再次靠近。但雷霆超凡的听觉和嗅觉，以及那种无形的威慑力，让他们的每一次企图都无功而返，反而被雷霆偶尔发出的充满警告的低吼吓得心惊胆战。这种僵持消耗着彼此的耐心和精力。我知道他们是在等我松懈，或者等我资源耗尽，但他们低估了我的储备和决心。第3天清晨，天色微亮，持续多日的暴雨竟然奇迹般地停了片刻。虽然乌云依旧低沉，但能见度好了很多。也就在这时，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或许是不甘空手而归，或许是饥饿和绝望驱使，那三人竟然想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办法。他们不知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些漂浮物，加固了他们的筏子，并且其中一人手里竟然多了一把粗糙改装过的射鱼枪。他们不再试图撬锁，而是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了仓库高处的通风窗口。那里虽然也有防护网，但为了空气流通，网眼相对稍大，而且是潜在的突破口。用这个把我射开，或者把里面的人逼出来。拿着射鱼枪的瘦高个叫嚣着，一支粗长的鱼箭带着破空声，猛地射向通风窗口。一声脆响，鱼箭撞在合金防护网上，被弹开了，但巨大的冲击力让网架都微微震颤。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通风网虽然坚固，但也经不住反复冲击。雷霆！我低喝一声，雷霆会意，他无法直接攻击到外面的人，但他冲到通风窗下方的墙壁处，发出更加狂暴和充满杀气的咆哮。那股无形的威慑力几乎凝成实质，试图从精神上击垮入侵者。外面三人显然受到了影响，动作再次变得慌乱，射出的第2箭歪歪斜斜地擦着屋顶飞过。但那个拿射鱼枪的瘦高个似乎格外执着，他稳住身形，再次装填，瞄准了同一个点。妈呀，跟他拼了，射穿他！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异变陡生。或许是连日的暴雨冲刷，或许是他们的筏子撞到了水下的障碍物，筏子一侧的捆绑绳突然断裂，整个筏子瞬间倾斜解体。救命！救命！三人惊呼着落入冰冷浑浊的洪水中，其中2人慌乱地抓住散落的漂浮物，拼命挣扎。而那个拿射鱼枪的瘦高个在落水时似乎被自己的武器绊了一下，呛了好几口水，挣扎得最为狼狈。机会！我脑中闪过这个念头，如果此时他们溺毙，危机自然解除。然而我低估了人在绝境中的疯狂和卑鄙。那个粗壮男人在慌乱中看到了正在岸边警戒咆哮的雷霆，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心中升起。他猛地抓住一块漂浮的木板，用力朝着雷霆砸去，同时对着还在水中挣扎的瘦高个大喊：抓住那条狗，把它拉下水，逼里面的人开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雷霆下意识的后跳躲避，而那个溺水的瘦高个闻言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竟然真的朝着雷霆所在的方向用尽最后力气扑腾过去，伸手想要抓住雷霆的后腿。雷霆，小心！我失声惊呼，想也不想的打开了应急侧门，冲了出去。我绝不能让他们伤害雷霆。就在我冲出门的瞬间，那个瘦高个的手已经触碰到了雷霆的后腿皮毛。雷霆反应极快，
回身就是一口咬在了对方的手臂上。瘦高个发出凄厉的惨叫，但他另一只手却死死抓住了雷霆受伤后腿的旧伤处。雷霆吃痛，发出一声闷哼，动作一致。而这时，那个粗壮男人和另一个同伙已经趁机扒住了仓库墙边的凸起，试图爬上来，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恶意和得逞的兴奋。出来了，小娘们终于出来了！抓住他！危急关头，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一股从未有过的冰冷和决绝充斥全身，愤怒和对雷霆的保护欲，以及对生存的极致渴望，混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我端起了复合弓，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犹豫，眼神锐利如刀，直接瞄准了那个正试图爬上台阶，伸手抓向雷霆的粗壮男人。放开他，否则我杀了你！我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不容置疑的杀意。那男人被我的眼神和剑尖所指震慑，动作一顿。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受伤的雷霆被彻底激怒了。他似乎感觉到我为了保护他而置身险境，一股更加狂暴的力量从他体内爆发出来。一声仿佛真正雷霆般的咆哮震彻四周，他额头上的金色符文骤然亮起耀眼的光芒。他猛地甩头，将咬住的瘦高个狠狠甩飞出去，那人惨叫着跌入洪水，瞬间被卷走。同时，雷霆后腿猛地蹬地，庞大的身躯如同金色闪电般扑向那个愣住的粗壮男人，速度之快远超以往。利爪划过，带着微弱的金芒，轻易地撕裂了男人简陋的防护，在他胸前留下了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瞬间涌出。男人不敢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的伤口，又看看如同神兵天降般的雷霆，眼中的贪婪和狰狞化为了极致的恐惧。怪物！他喃喃着，失去力气，跌入水中，扑腾了2下，便没了声息。剩下的最后一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游向远处散落的漂浮物，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这个他眼中的魔窟。战斗在短短10几秒内开始并结束。我快步冲到雷霆身边，他正喘着粗气，后腿的旧伤处因为刚才的爆发再次渗出血迹，但他依旧警惕地盯着水面，确认威胁彻底解除后才放松下来，用头轻轻蹭了蹭我。我紧紧抱住他，感受着他温暖而坚实的身体，心中充满了后怕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坚定。我检查了他的伤口，幸好只是旧伤崩裂，没有伤到骨头。没事了，雷霆，没事了。我轻声安抚着他，同时也安抚着自己狂跳的心脏。我将雷霆带回仓库，仔细为他清理伤口，重新上药包扎。这一次，我用了系统工坊能制作出的最好的伤药。经过这场战斗，我和雷霆之间的羁绊更加深厚。他不仅仅是被绑定的镇宅神兽，更是我可以用生命去守护的伙伴。而我也在生死关头突破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在这个末世，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和伙伴的残忍。我拥有了保护这一切的力量和决心。外面的洪水在几天后开始加速退去，露出了满目疮痍的大地。但我和雷霆在这个坚固的堡垒中安然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生态园里新一茬的草莓已经红透，散发着诱人的甜香。我摘下一颗，递给趴在我脚边休养的雷霆。他小心翼翼地用鼻子嗅了嗅，然后轻轻叼住，尾巴欢快地摇晃起来。阳光终于艰难地穿透了厚厚的云层，一缕金辉透过加固的窗户，洒在仓库内部，照亮了生机勃勃的作物、堆满的物资，以及我和雷霆身上。